中国经济陷入寒冬，商业地产雪上加霜，城市核心写字楼空置率直线飙升，商圈门可罗雀，昔日繁华一去不复返。这些曾经熙攘的办公大楼，如今门庭冷落，成了抛荒的空城。高档商务区失去往日光彩，摇身一变成去无一人的凄凉景象。在经济放缓的大潮中，写字楼空置率节节攀升，商业地产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寒冬考验。上海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创20年新高。在经济之都上海，甲级写字楼的处境就格外凄惨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4年一季度，上海甲级写字楼空置率高达 20.9%， 不仅是20年来新高，更直逼业内公认的 20% 红线。这还只是一个开始。一季度虽然有 8.58 万平米的净吸纳量，但同比下滑 37.49%， 着实令人痛心。与此同时，市场新增供应高达 10.87 万平米，供大于求的窘境可见一斑。在供应持续攀升和企业降本增效的大趋势下，竞争将进一步加剧。未来6个月，上海还将迎来约96万平米的新增写字楼供应，这将进一步加重空置的压力。房租也在持续下滑。一季度，上海甲级写字楼租金报价为266元每平米每月，环比下降 0.7%。这意味着房东们不得不继续贬租，以期吸引租户入住。香港甲级写字楼空置率 16%， 人去楼空。就连发达的香港，写字楼市场的景象也是山穷水尽。2023年，全港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高达 16%， 较前一年上升约 0.9个百分点。有分析直言不讳，这已经是人去楼空的反应。过去那些在香港挥斥方遒的金融机构和大型律所，如今也纷纷缩减在中环的租赁面积，有的甚至弃租中环一线商厦，将后勤人员遣送到便宜许多的工业区办公。未来2年，香港写字楼市场也难见曙光。2024年和2025年，中西区将分别新增 14.6 万和 12.7 万平米的甲级写字楼，占总供应量的 43% 和 40%。在需求乏力的情况下，这将进一步加剧空置。至于房价和租金，2023年已经先声夺人，写字楼售价下跌 7.8%， 租金微跌 0.7%。随着更多新增供应入市，未来房价和租金还将持续受压。深圳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创新高 30.6%。几年前，深圳还被称为创业之都，各路创业者蜂拥而至。但就在最新一季度，深圳甲级写字楼空置率飙升至 30.6%， 创下历史新高，这简直是一记重击。这还不算完。报告警告称，深圳甲级写字楼空置率恐怕未见顶峰。今年内，深圳还将迎来近120万平米的新增写字楼供应，供过于求的局面仍将持续。面对高企的空置率，深圳写字楼业主只能继续以价换量。一季度，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为 181.8 元每平米，环比下跌 2.5%， 跌幅领先一线城市。北京、广州写字楼市场仍在下行。除了上海和深圳，北京和广州的写字楼市场同样陷入困境。北京写字楼市场空置率高达 20.1%， 租金按季下跌 2.9%， 跌破每平米300元的大关。尽管一季度净吸纳量达 14.4 万平米，但仍无法扭转整体下行趋势。广州甲级写字楼空置率虽只有 18.4%， 但也已接近红线。而新的商办项目持续入市，预计空置率和租金都将持续走低。九龙城空荡之城写字楼空置率高达 36.2%。除了内地，香港九龙城区的写字楼空置情况同样惊心动魄。去年底，九龙城区写字楼空置率
高达 36.2%， 近127万平方米面积无人租用，显得格外空荡。住宅方面情况也一样严峻。2023年，九龙城区有超过11468个住宅单位无人居住，空置率更是高达 9.4%， 遥遥领先其他地区。未来2年还将分别新增5736和6971伙新房供应，九龙城地产业的寒冬可能还将持续。业内人士直言，当前九龙城的住宅和写字楼产品已完全失去了吸引力，开发商只能大幅让利，才能望住户或租客青睐。国内重点城市租金大跌，商圈面临残酷冬天。最后，中指研究院的数据进一步印证，写字楼租金遭遇了全面下跌。2024年一季度，全国重点城市主要商圈写字楼平均租金为 4.68 元每平米每天，环比下跌 0.47%， 有 71.3% 的主要商圈租金出现下跌。从上海到香港，从深圳到北京，再到全国其他城市，这些曾经熙熙攘攘、车水马龙的写字楼集中区，现在只剩下冷冷清清、偌大的楼宇空空如也。图景再现水深火热、人声鼎沸的写字楼商圈，恐怕已成为过去时。如今，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残酷寒冬。房地产曾被视为钢铁般坚硬的行业，如今却成为了最薄弱的一环。种种迹象显示，房地产业乃至整个实体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深度调整，未来一段时间很难出现大的起色。业内人士无奈表示，高企的空置率和持续走低的租金，注定房地产行业今年全年的业绩将陷入谷底。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行业仍将徘徊在冰窖之中。一位资深分析人士更是忧心忡忡地表示，高空置率和低租金的冰冷数字，只是写字楼市场阵痛的一个开端。几乎可以断言，未来一段时间内，商业地产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冰河世纪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不仅是写字楼，整个商业地产市场都已步入了漫漫寒冬之中。从购物中心到商场，从酒店到会展中心，门可罗雀的景象亦是非常普遍。人潮凋零，生意萧条，成了不少商户的痛苦写照。一线城市的写字楼市场尚且如此暗淡，可想而知，二三线城市及其他城镇的写字楼状况就更加雪上加霜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内地20多个主要城市的写字楼空置率都已突破 20% 的红线。在这种大环境下，房地产开发商和管理公司的日子自然也不好过，他们不得不拼命疯狂让利，祭出种种优惠政策，甚至采取白菜价出租的做法，只为吸引租户入住。但即便如此，由于入住率长期偏低，不少写字楼项目的收益率已跌破投资者的预期下限，部分投资人更是选择直接割肉离场，只求好过活成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不少大型房企和投资机构都已暗暗启动去库存计划，未来将加大写字楼资产的出售力度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不少专家学者也开始为商业地产市场的前景捏了一把冷汗。他们忧虑，如果商业地产继续低迷，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沉重打击。毕竟，商业地产作为支柱产业，与其他诸多行业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一旦商业地产真的出现了全面滞涨甚至下滑，必将对金融业、制造业、服务业等传导出负面冲击波，对就业、投资、消费等也会带来连锁反应，最终导致经济大幅下行。早在几年前，就有专家学者对商业地产的前景捏了一把冷汗。他们忧虑，一旦商业地产继续低迷，很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。事实上，商业地产作为支柱产业，与金融、制造、服务等行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一旦出现滞涨或下滑，
必将对就业、投资、消费等带来连锁反应，导致整个经济大幅降温。现在看来，这一忧虑并非杞人忧天。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常态，增速逐年放缓，商业地产正是首当其冲、遭受重创的对象。租金和空置率的恶化已经成为了经济下行压力的一个明显征兆。人们忧心忡忡地问：商业地产走投无路的寒冬，是否将酝酿出一场经济的冰冻期？届时会不会让整个国家经济深冬将至？这样的担心，恐怕才是当前最值得警惕的寒潮了。